所以你的重心的支撑是在中央，不是在哪只脚。那他把一只脚起来，它里面是不是有一个？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把一只脚抬起来，然后他另外一个手放前，然后他另外一个手放哪？是这样子吗？他说这样子是稳还是不稳？这样是不稳。这个是不稳，因为拳跟脚是不一样。他说这样会比较稳。哦，这样稳，这样什么原因稳？影片的话，他说因为中心是用这个线，中心会跑在右脚同手同脚，所以他说，出拳的话，他希望是同一样的胯跟同样的手。你刚才那样子你在做，你把腿抬起来的，你这样子稳，他说这样子稳，对不对？好，你把腿往后伸，你把这个腿不是空的，往后旋的，这样子呢？不太稳啊？是吧？什么原因？平衡的关系。因为你把这个手，你这个手在前，那个手拿起来的时候，平衡的是他们两个。哦，好像你讲的，平衡的是他们两个嘛。你如果把这个拿到另外的方向去，你就不稳了。你拿到侧面去，你拿到另外，他们就不平衡了。OK。所以不是这个的关系，是他跟那个的关系。因为你拿起来的时候，它本身就有一个力量了嘛，它有力量了嘛，因为它本身有重量，有地心引力嘛，所以它本身有一个load，然后它可以支撑这个。你把脚放到后面来，不是脚这样子放，减少它的 load， 减少它的重量，这个时候可能就没有那么稳。但是为什么它的重量摆在后面的时候不稳的？因为 load 好像那个秤嘛，你一边这个重量，一边是这个重量，这两个重量要平衡，平衡它就稳嘛。你把这个重量弄得轻一点的，或者不是在同样的方向的，你把那个秤的杆子变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它就不稳了嘛。跷板一样。哎，不是，因为它不是在两端，它不是在平衡的，它不是在平衡的两端。你那个时候，你这个手跟那个脚，这个是中央，这是中央，这是平衡的两端。所以这两端的重量，当我施加压力被它平衡掉，被它平衡掉了，不是被它。这样懂？听懂。啊，在那个群组里面讨论的有关于影片里面讲哪只手在前面，哪只脚在哪边，那个受力啊，那个平衡感像这样的讨论啊，这样讨论是很好的。你们现在自己看书，在想办法复原那个剑的那个内功练法都很好，因为我们的练习你要经过这个样子的，弄出来的东西是对是错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但是你经过看文字，看他讲述的，你自己去揣摩，然后你去尝试做出来，这个过程对练武是很重要的所以你如果说老师说什么你练什么，老师说什么你练什么，你可能可以练得很熟练，可是那个东西不会化成你的，因为中间没有一个什么，没有一个错误跟修正跟咀嚼的这样子的过程我们练拳很重要的是一个什么？你自己去咀嚼的那个过程，你咀嚼过了以后，这个东西才会化成是属于你的那刚刚讲的那个，基本上我们要有一个认识就是骑马步，
我们基本上就三个桩嘛，因为2条腿你只有3种变化，3种重心变化，重量的变化。一个是2腿分担，那个就是骑马步，50-50。一个是弓箭步，就是前面多，后面少，然后70-30啊，或者60-40。含击步就是后面多，前面少啊，你可以从100跟0啊到60-40这样子。所以基本上我们的桩基本桩只有这3个，其他的都是这3种的变化，其他都是这3种的变化。好，那骑马步50-50的，你们觉得骑马步它承受的力量是来自于什么方向的力量？这个桩主要在承受什么方向的力？啊，侧面的嘛，是不是这样子？对，骑马步主要是承受侧面力，不是前面力，前面力它没有承受力。这是人的脚的关系，或者人体的结构的关系，它没有支撑嘛。我们如果是袋鼠，多一个尾巴在后面，那就可以啊。所以以结构来讲，骑马步支撑的是左右力。所以那个说站骑马步让你推它，那个都不对啊，那不是骑马步的功能的。正面力是什么步？对嘛？因为弓箭步后面有支撑嘛，前不管你是站的我们一条线的还是这样子的，就是后面有支撑，前面这个是支撑的这个力。我们都晓得嘛，你要推，现在的人很少推那个抛锚的汽车了。反正你要推一个东西，你自然用出来的是什么步？自然用出来的是弓箭步嘛。你要推一个汽车，推一个东西，你不会站一个骑马步推吧？所以含击步呢？含击步主要是什么？含击步重心在后面，所以它提供的是一个什么？含击步提供的是一个灵活性。含击步基本上只有1条腿，就是我这样站是含击步，我这样站是含击步，我这样站它是含击步。含击步提供的是1条腿的支撑，所以灵活性是含击步的特色。从含击步你可以转成弓步，你可以转成骑马步，你可以转成其他所有的步。所以这个是对步基本的认识。那当然这个当中有很多的变化比方讲刚才问我们说你打一个拳出来，这个右手你的重心在左腿，是一个交叉的平衡嘛。那如果再打这一拳呢？打这一拳的时候，重心当然是移到这个腿所以我们通常在做的时候这个打出去的时候，接下来这个出的时候，变成一个这样的步，所以他不会说我这个打出来在这边，这个打出来一样在这边。你这样出力，你自己出的力越大，那个力量就把你带偏了所以这是一个问题。但是
在实用上来讲，没有这个问题。在实用上来讲，没这个问题。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所有形成的桩，比方讲，我打出来这一步形成这个了，或者我打出来这一步，我的重心在这里，所有的落脚形成桩部，都是在打击完之后。听不懂？都是在打击完之后。好，当我们在练的时候啊，开始练一个套路或者练什么时候啊，它有几个阶段的，在桩步来讲，有几个阶段。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你把上好了步了，然后打拳。是不是这样子？把桩站好了，步站好了，然后在这个地方出拳，这是第一个阶段的训练，是训练这个桩，训练你的力量跟桩的那个结合性啊。所以落步在你打拳之前。第二个所谓的手到拳到或者外三合。就是我打这一拳，拳到手到，这是第二个阶段，就是你的力量跟你的桩已经站成你的惯性了，你知道怎么去站一个桩了，桩的结构有了以后，你出拳的时候，这个桩就形成了，你的力量到了，桩也到了，这是第二个阶段，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是什么？第三个阶段不是，第三个阶段是我打到了，脚才落。也就是说，我打的人是在哪里？你来，他在这个距离，第一个阶段是我上步打拳，他的人在这边，我的拳头在这边，是不是这样子？好，第二个阶段，我上步打拳，拳头比刚才远了。第三个阶段不是了，第三个阶段是我的打到他的时候是在我落脚的这个地方，也就是所谓的我打他，我要想象我要打到他的这个地方来。而不是打在这里。第一个阶段是打在这里，第二个阶段是打在身上，第三个阶段是打在这里。请问你如果目标是打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的脚要在哪落？你的脚就不可能在这落了嘛？因为你的脚在这落，你要打到那个地方去，你就出肩了，你的结构就破了，是吧？我要打到那个地方去，他的人你还是一样，你站在这边，他的人在这个地方，我拳要打到这个地方，所以我打出来的时候，我打到他其实是在这个地方打到他，我不是在这个地方打到他，这样有懂吧？可是在这个地方我的脚还没落。可是我的结构已经在了，我的结构已经形成了，所以我那样子打到他的时候，我其实是什么？我其实我是一个结构一直在往前走，我是先打到我的脚才落，形成脚落是让我的力量落下来，因为那个力量已经结束了，力量结束了，落下来停了。这样有听懂吧？这样有听懂吧？这三个阶段对于桩部跟你的力量的要求都不一样啊，所以不能拿第一个阶段来谈第三个阶段。现在大部分练拳的
大部分在最多的大概是在第二个阶段，啊，就是稳定下来发力的，是稳定下来发力，所以讲外三合，所以讲外三合。可你是主要是力量在走，你是结构的，你是力量先打到人，你的形才落，你的桩才落的这种的时候，它的所谓的三合不是怎么讲？不是外形上面的合，不是真的是啊，我肩与胯合，肘与膝合，手与脚合，不是这种形态上的合，外形上的合，而是意识跟力量上的合。所以当我这个在走的时候，我的拳如果先到，啪，它一样合，听不懂？它一样合，虽然他走的比他快。他走的比他快，可是在我的意识上面，在结构的连接上面，他们一样是合的。为什么？因为我在中间打他的是用我这个结构来打他，结构里面就包含了什么？就包含了合了。这样不懂？啊？这样懂哈？